男人像往常一样上班迟到，却没有注意到门卫的后脑勺上镶嵌着一个马克杯，电梯门上的血迹他也没看见，直接冲进办公室，一心只想着快点打卡上班。殊不知公司发生了可怕的事，同事的2具尸体就躺在旁边，戴蒙光速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突然电话在此刻响起，是部门经理叫他去办公室。戴蒙已经做好了迟到被骂的准备，谁知今天的经理却有些奇怪，他不停地削着铅笔，眼神里透露着凶狠。戴蒙无意间瞥了一眼地板，却看到了无比恐怖的一幕：一个员工趴在地上，浑身插满了铅笔。还没从惊吓中回过神来，他就被突然发怒的经理狠狠地扔了出来。从地上爬起来的戴蒙转身看去，这才发现满地的血迹和尸体，还有那些怒目圆睁盯着自己的同事们。明明这些人昨天还好好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被吓坏了的戴蒙赶紧开溜，可他们却在身后紧追不舍，疯狂的样子就像嗜血的丧尸。关键时刻，戴蒙卡了一波视野，有惊无险的逃过一劫，但回头一看，身后的同事却还在拼命的工作。本想询问发生了什么 ，Go away, I'm working。同事喝的饮料有些眼熟。昨天戴蒙就在公司看见过，同事的变化会不会跟饮料有关？来不及多想的他准备离开，结果又不小心碰到了地上的电线，搞了一天的资料没有保存，气的男人顿时火冒三丈，直接拿起电脑猛地一扔，接着又抓住罪魁祸首的戴蒙狠狠地丢了出去。这家伙力大无穷，很明显跟经理一样，身体都发生了某种变化。戴蒙想要逃走，可对方不给机会，又上前将他抓住，死死按在墙上。危机之时，戴蒙拿起一旁的写字板狠狠砸去，没想到却意外将他送走。惊魂未定的戴蒙准备打电话报警，可因为公司的特殊性，未经许可不能擅自打电话给外界，他只好打给通信部，让他们打电话报警。不料还没说上几句话，旁边的同事就突然发疯敲死了接线员。听到电话里的惨叫，戴蒙知道没戏了，于是只能想办法自救。想到发疯的同事在不停的工作，他顿时心生一计，拿起一块写字板，假装工作很忙的样子，就这样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可好不容易摆脱危险的他，又突然想到暗恋的女同事还在楼上，经过内心反复的挣扎，最终还是选择上去救人。好在小山身处一间独立的办公室，戴上耳机的他也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就在戴蒙上前准备拉着他离开时， Let go! Does it? 转头看去，原来小山也喝了这种饮料。戴蒙想要把饮料拿走，却不小心洒了一桌子。这种行为激怒了小山，直接一记抱摔将他扔了出去。可事后小山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显然他没有喝完一整瓶饮料，所以还没有完全发生变异。但戴蒙在起身时又不小心弄掉了他的照片，导致小山再次发狂，把他狠狠地按在桌子上，眼看就要晚节不保。戴蒙只好拿起书本将他拍晕，然后又将他绑在推车上，防止他再次失去理智。醒来的小山完全忘记了刚刚的事，还质问戴蒙为何要将他绑起来。情况危急，戴蒙没时间解释，赶紧推着他往楼下跑。可刚走到下一层，就看到一群发疯的感染者冲了上来，戴蒙只好进入旁边的房间里躲避。但就在他关上房门后，屋里却传来异响，接着一个男人突然冲出来，骑在戴蒙的背上疯狂输出。经过一番打斗，才发现对方是同事卷毛。好在他并没有喝饮料，只是误以为戴蒙是感染者，确定彼此都是正常人，他们决定一起离开大楼。可再次来到楼梯间，却发现刚刚的那群感染者正在相互攻击，那场面简直惨不忍睹，吓得他们赶紧回头改走电梯，却不料电梯也刚好发生了坠毁。继续尝试走通风管道，但绑在推车上的小山无论如何都塞不进去。想到他们身处的楼层并不高，戴蒙准备破窗离开，然后开着他刚买的2手车逃走。然而当戴蒙搬起打印机朝窗户砸去，却发现钢化玻璃纹丝未动，并且还适得其反触发了公司的安保系统，整个大楼瞬间被钢板封锁。原来这是一家武器制造公司，为了防止意外发生，只要受到一点攻击就会触发反恐系统。防弹玻璃和钢板百叶窗就是用来抵御飞弹袭击的，他们被彻底困在了这里。眼下只有公司高层的指纹才有权限解开封锁，但高层们都在大楼的最顶层，这也意味着他们想要活着离开，就必须冒险穿过满是感染者的楼层去最顶层。看着感染者们打得不可开交，戴蒙决定梅开二度，他们假装成感染者，一边互相飙垃圾话，一边穿过感染者战场。虽然演技有些拙劣，但还是顺利的来到了人力资源部。这里的女员工已经全部被感染，此刻正在围攻一个秃顶的老员工。戴蒙并没有趁机离开，而是决定帮助老秃脱离险境。他立刻来到广播室，模仿经理的声音，谎称马上要开会，让他们赶紧到会议室里集合。感染者们信以为真，刚打算前往会议室，不料下一秒 They're behind it. Shit, you think they heard that? Yes. Shut up. 关键时刻还得看小山，他说自己曾经在人力部待过，还谎称知道主管的一些秘密。 One more thing! She keeps this department under budget by setting the thermostat to cold! In the wintertime! This is bullshit! 只是说了一些挑拨离间的话，
就成功将火力吸引到了主管的身上，并顺利将老秃救了下来。接下来只要经过客服部，就能直达高层们的办公室，但这层也是最危险的一层，因为他们的脾气更加狂暴，估计平时没少被高层打压，也没少受客户的气，而饮料更是激发了他们内心的怒火，看来只能强行闯过去了。一行人来到杂物室，利用一切能用的东西，各自制作了一些对抗感染者的武器。小山也请求戴蒙将他松绑，如果发现他出现变异的症状无法恢复，就立刻将他当场打死。考虑到敌众我寡，他们也无暇顾及小山，戴蒙只能同意。一切准备就绪后，一行四人胆战心惊地走了出来。看到这群没有感情的疯子，他们的心里恐惧到了极点。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戴蒙也不想跟他们正面冲突，于是试着说出了自己的目的。All we want to do is just go through you to that door over there. So everyone's cool? Kill them all! 双方瞬间扭打在一起。面对这群嗜血狂暴的怪物，戴蒙这边竟然丝毫不落下风，每个人都使出了浑身解数，特别是小山，或许是在饮料的帮助下，他变得异常凶狠，解决几名壮汉轻轻松松。很快，所有感染者都被干掉。这时，一名幸存者突然出现，抓住戴蒙，问他有没有喝饮料。戴蒙还没来得及回答，就被卷毛误认为是感染者，一斧头送走。为了不让卷毛自责，戴蒙并没有说出实情，毕竟他也是为了救自己。看着地上横七竖八的尸体，他们也被自己的战斗力深深折服，终于通过重重关卡到达最顶层。可当他们按响高层办公室的门铃，为首的公司老板和股东们却拒绝开门，担心他们也喝了饮料。戴蒙刚想反驳，旁边的小山就不打自招的吐了一地。然而万万没想到，一名清洁工却在此刻淡定的从里面走了出来。几人就这样大摇大摆的走了进去。老板顿感不妙，双方一见面就准备开干。老板急忙表示这里是武器制造公司，绝对不能够用暴力解决问题。戴蒙也说自己只是想离开这里，并且搞清楚公司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等所有人都放下武器后，老板也说出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原来罪魁祸首正是那些饮料，它是公司研发的新产品，用来提升士兵们的战斗力。由于是第一批产品并不完美，会让使用者产生很多副作用，变得极具暴力，无法自控。而饮料之所以会出现在公司，据他所知是研发部博士的手下故意干的好事，但具体是为了什么他也不清楚。戴蒙想要解药救小山，老板也表示不知道有没有解药，还叫他去找研发部的博士，或许他那里有。就在两人谈话时，经理却带着感染者们来到了门口，他叫老板赶紧解开大楼的封锁，他要带着小弟们杀到外界，用饮料来壮大自己的队伍。老板知道一旦开门必定死无全尸，表示他唯一会解除的东西就是经理的合约，并且一脚将他狠狠地踢出大楼。经理气得火冒三丈，立刻指挥小弟用斧头开始拆墙。刚刚还嚣张的老板顿时就慌了，他忘记当初为了节约成本，墙体全是用木板制作而成，赶紧拿出喷子准备殊死一搏。戴蒙打算用沙发拖延时间，却发现老秃手里拿着一瓶饮料，他竟然主动喝了饮料。原来作为底层工人的他，今天刚被公司解雇，刚办完离职手续就发生了这种事，但他不想失去这份工作，因为还有房贷车贷要还，一家老小也靠着他养活。或许加入经理的队伍，他就能保住这份工作。说完，老秃就冲了出去，结果却被经理一斧头送走，这下连命都没了。而墙体也被破开一个大洞，感染者们纷纷涌入，老板果断开枪放倒一个，但数量太多，他也只能选择撤退。没来得及离开的几名股东被当场围殴致死，剩下的人躲在里面的房间瑟瑟发抖。可下一秒，感染者就破门而入。不得不说，老板除了嘴硬，枪法也是非常的硬，弹无虚发的他一枪一个，一时间竟打得感染者们不敢继续进攻。然而就在他得意忘形的换子弹时，却被冲进来的经理一斧头砍断了左手。有了左手的指纹，经理就可以打开大楼的封锁，到城市中感染更多的人，让他们都为自己工作，最终成为全世界的老板。离开后的经理留下几名小弟收拾残局。戴蒙见状，赶紧拿起喷子，利用桌子上的子弹，一枪就解决了眼前的麻烦。但小山的情况却不容乐观，想到老板说的话，他赶紧带着小山来到研发部找到博士。从博士的口中，他们终于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原来他的手下之所以会做出如此疯狂的事，根本原因就是抠门的老板一直不给涨工资。他为公司付出了这么多，可一顿操作猛如虎，一个月只能拿到2500。为了报复老板，他便将这批劣质产品拖到了公司。不明所以的员工喝下饮料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好在博士可以做出解药，像小山这种半感染者还能救，但制作解药所需的材料在仓库，那里目前已经被经理带领的感染者占领。为了救小山，戴蒙果断带着卷毛来到武器展厅，从展柜里拿出枪械和触发式地雷，全副武装的来到了仓库。此时经理正在指挥感染者大军搬饮料，凡是在工作中出现失误的感染者，就会成为其他人攻击的目标。看得两人目瞪口呆，殊不知经理已经通过监控发现了他们的位置。随着经理一声令下，大批感染者便朝他们疯狂袭来。卷毛立刻扛起喷火器，朝着感染者们喷出火焰。虽然暂时逼退了他们，但燃料很快就见底，两人只得赶紧逃跑。在感染者追上来之前，躲在了货架上。他们将饮料推在地上，成功吸引了感染者的注意。趁他们大口喝饮料时，卷毛推着戴蒙突然出现。
解决掉一批感染者后，又掏出手枪继续射击。在两人的完美配合下，追上来的感染者很快就全军覆没。随后他们成功找到了制作解药的材料。然而就在戴蒙爬上货架拿到东西时，经理却开着机甲突然出现，他二话不说就是一炮。但好在并未受伤，可由于机甲的火力太猛，两人只能狼狈逃窜，赶紧躲在货架后面。意识到他们无法一起离开，戴蒙只好把东西扔给卷毛，叫他先去救小山，自己则留下来拖住经理。等到卷毛离开后，他便拿起箱子中的武器，不断的用语言刺激经理，试图以此来吸引他的注意。谁知却在逃跑的路上被一只半路杀出来的感染者按在墙上，而追上来的经理已经将枪口瞄准了他。千钧一发之际，机甲突然被榴弹打中，原来是小山及时赶来，他已经吃了博士制作的解药恢复正常，可这点攻击并没能摧毁机甲。眼看对方又追了上来，三人赶紧朝大楼的出口跑去，还在沿途布置了无数炸药。等到经理进入爆炸区域，等候多时的戴蒙果断按下遥控器。谁知炸药并没有爆炸，原来是他们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没有把雷管放进炸药里。此刻的经理非常嚣张，不断的开枪进行扫射。戴蒙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地雷的身上，他拿起一颗直接扔在地上，然后拔腿就跑。接下来只能看运气了。没想到倒霉的经理果真踩到了地雷。爆炸的地雷还引爆了炸药，差点摧毁整座大楼。经理更是被炸成了渣渣，而三人却在爆炸的最后一秒逃出升天。他们阻止了一场威胁整座城市的灾难。最后，警察来到现场收拾残局，而戴蒙也成功抱得美人归。